你好，你哋有位未啊？喺度一齊㗎嘛？啊，嚟坐坐。好，魚蛋同魚包都要半斤。好，上菜。而家一個上午處理好嘅魚肉已經就位，準備接受食客嘅檢閱。廣東人認為，比鍋底更重要嘅係一個鮮字。見到一鍋清水涮肉，呢個係本土火鍋嘅高端局。南江魚蛋火鍋嘅鍋底就係清水。魚如果唔夠新鮮，你清水鍋一食就食出嚟嗰個鮮味嘅，一入口就知道。魚蛋，魚蛋啊？冇錯。半斤魚蛋好食喎。要半斤啦，冇錯嘅。好。最受食客追捧嘅魚蛋，尤其花功夫。同做牛肉丸靠打唔同，魚蛋講究嘅係撻，就係反覆用力摔打。把握好力度同時長，撻出嚟嘅魚蛋先會爽滑彈牙。一般咧係我哋重起嗰時咧就唔超過20下。經過師傅手撻，到魚肉自然起膠。將魚青放入掌心，用力向住虎口輕輕一擠，一粒豬腰形嘅魚蛋就誕生。做得好嘅魚蛋入水唔沉，因為裡面含有適量空氣，呢個就係佢食起身爽滑嘅原因。粉紅色比較靚啲，即係蝦肉紅啊嘛，我哋叫。無論煮幾耐，都係雪白軟滑，入口爆汁。鮮嫩中帶啲彈牙，呢個係唇齒之間極限嘅體驗。除咗魚蛋，另一款傳統美味係魚包。魚包其實係鯪魚火鍋嘅前身，佢同雲吞生得有啲似，但係外皮要用鯪魚肉嚟做成。起膠後碌到 A4 紙咁薄。以刀尖劃成三角形，魚包嘅餡都係鯪魚肉，刮肉做餡，再加冬菇、臘腸、臘肉、葱等等配料，各加比例唔同，風味就唔同。魚包係有條尾嘅，即係打嗰個皮咧，佢係三角形啊嘛，剩翻嗰條尾梗係拉出嚟嘅。阿添喺廚房啊，得閒就叫佢出嚟飲一杯啦。我啱啱見到佢啊嘛，好。呢個係炸魚肚啊！呢個好鬆快嗰個，呢個好多人食嘅，炸唔切。食材選手嘅出場順序唔可以亂，散幾分幾秒早就計算清楚。肉丸開場，下水隨後，之後係魚肉同蔬菜。魚肉做嘅麵，亦就係魚麵嚟到做主食兜底，軟滑帶爽，又係一種唔同嘅口感。舅母，你哋好，多謝舅母。呢個會低哥咧，用一手教你做呢樣嘢㗎啦，魚蛋就係我教佢做㗎。因為我咧就技術係舅父教嘅，但製作南江魚蛋嘅成套手藝，仲要從祖輩3代講起。我爺好似做㗎啦，我外公咧又係做得好出名嘅，南江都係一字傳過嚟啦。今日過節，添哥準備要翻老家。呢班點賣㗎？有啲係炒龍蝦豆啫。阿嫂買咗啲餸翻嚟，國慶節加餐我哋。哦，好啊。叫爸爸。哎，乖啦乖。哇！大佬啲番薯苗咁靚嘅，仲得？你話靚唔靚啦，唔理得你嘅。三兄弟裏邊，大佬退休之後過起咗田園生活。啲番薯苗係炸嘅，靚啲嘅。翻嚟食飯啦，你兩個。翻嚟食飯啦！
喂，誒上菜食飯。埋位埋位。阿媽準唔準你飯食咩？阿珍姐我諗。啱口味啊！哇！呢啲魚蛋真係好。阿叔公做㗎。叔公大老爺。一隻都咁大個嘢。轉眼到咗12月，正係鯪魚最肥美嘅時節。火鍋店每日處理魚嘅數量要多過平時幾倍。生上魚皮好。我哋兩拍檔拍檔咗10幾年都半個家都未拗過嘅，即係分工咧就佢負責去市場攞菜，我就負責攞魚啊嘛。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，翻到嚟咧就一齊做嘢㗎啦。好嘅。順口嘅人情，舊時嘅滋味，就咁樣喺兩位好兄弟嘅手裏邊繼續傳承。咁咧開咗咁多年咧，都係啲老搭檔、老街坊熱熱鬧鬧啦，好滿足噶啦，係咁樣。咁啊，繼續做落去啦，做到做唔到為止啦。黃埔江邊摘去鮮花，長出大廈。唯有呢一鍋傳統嘅魚蛋，喺焦圈豉油嘅加持下，按時同老廣一期一會。62歲嘅黃海榮養咗300幾隻海南黑山羊，係揭陽衛來縣少有名氣嘅羊倌，人稱海南。搞點鹽巴。鹽、含氯同鈉可以維持酸鹼平衡，係山羊生長必不可少嘅微量元素。黃海榮按需嚟投餵。增強它的體力嘛，它這個羊肯定要吃鹽的，不吃鹽不行的。補充完鹽分嘅黑山羊會有更多時間去跑山，咁樣先可以保證運動量，令肉質實淨。下午1點，羊群準時放風，一入山就已經四散開去。都對啲魚啊，隻腳對焦。兩公婆要分開行動，精神高度集中，隨時保持警惕。你啊，都俾個後邊啊。好。我問他那邊有沒有羊，他說沒有，羊全部到這邊來了。肯定要一個人在前面，一個人在後面，不要給他吃人家的農作物。除咗擔心啲羊搞破壞，仲要小心羊群喺山裏面嘅天敵。要看那個羊，不要給那個蛇啊、什麼野獸吃啊。羊都給它吃了多少頭了，很大的那個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放大給你看，這個是羊的肚皮，蛇，看見嗎？很快的，幾分鐘不發現，那個羊都沒了。東山羊中意食野草同灌木，高處嘅樹葉更加係美味嘅加餐。佢哋嘅體型同廣東本土黑山羊差唔多，體重喺20到30公斤。立耳、倒八字角係海南東山羊嘅標準外貌。被叫海南呢一個花名，唔單止係因為黃海榮養嘅係海南黑山羊，仲因為佢係廣東喺海南插隊之稱嘅後代。30年前就在海南，30年後是在未來。本來這裡都沒有人養這個羊的，100%是吃那個樹葉的，出生到賣起碼要2年多，肉才30多斤左右。不過它的肉的味道就好。海南東山羊肉嫩脂香，帶有淡淡嘅鮮甜味，同追捧鮮字嘅老廣一拍即合。10幾種香料藥材配出嚟嘅清補涼湯底，打上老廣嘅標籤。南派火鍋嘅精髓，仲在於對蘸料嘅極致追求。為咗調味，可以用近20種材料。花生油內先放肥豬肉增添脂香，加蔬菜慢熬，去渣之後，將黃豆醬同腐乳主打嘅混合醬料不停攪拌，煲到油同醬料充分融合。
再加腰果、蒜酥打成嘅粉料，增加馥郁嘅堅果香氣。最後再嚟啲秘製嘅芝麻油提香，耗時費力嘅蘸料先至叫做完成。美味嘅羊肉凝聚住養羊人嘅辛勞。喺羊場裏面，黃海榮兩公婆又開始忙啦。講一口流利揭陽話嘅周慧球，其實係海南人，同黃海榮喺國營農場裏邊相知相識。結婚之後，跟住老公返到惠來，但適應嘅過程比想象中要艱辛得多。以前要來的時候，人家說不用上去啦，反正上去不了1、2個月又要回來的。我說不可能，沒想到來的時候真的，哎呀，很差，不跟我們海南農場那樣，很不習慣的。想過好日子，唯有靠自己。周慧球去過工廠，跑過工地，亦同老公一齊開過客運車。直到10年前，兩個人諗到海南老家經常見到嘅黑山羊，之後山上嘅呢一組簡易棚屋就成為咗紮根穩定落嚟嘅屋企。他就很勤勞，嘴巴就太厲害，清正清得都就你知道嗎？這條拖要不要？啊。揭陽也過來抓呢，我們的羊種好嘛，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，那海陸豐也有過來，他說你們的羊好養。好食嘅山羊一直都供不應求，越嚟越多本地農戶上門求教。小蛋啊，小蛋如果要不要就買小蛋啊？哎呀，規定給個小蛋，先。而且好價哦。就早出價。即係，幫一卡水。羊羔仔大概2個月出角，3個月斷奶食草之後，就可以離開母羊，獨立生活。老細真係定定要回家，唔係淨係啲幫手家意俾老主家咩做工嘅嗬。好，這樣好，我哋曬沙發。辛苦30年，靠住養羊，兩公婆終於喺呢一片山腳下邊有咗一套自己嘅新屋。新屋雖然好，但阿姐知道羊場先至係阿妹長期留喺度嘅大本營。睇住操勞嘅細妹，姐姐忍唔住喺度吟沉。我留數能多好嗱，就無種多都緊靠啦嗱。但係話女隻噃，面上冇料料你對喎，隻好好啲嘅，啲開玩笑嘅咯，阿志啊，離家30年，各有各嘅生活，兩姊妹聚少離多，難得嘅埋怨同埋叮囑都係飽含住情誼嘅。安居係件大事，親友歡聚暖房。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。我是老大，她是老二，變化很大，很開心，很高興。這樣子看到她的時候，我這麼有一種欣慰，這樣子的咯。各位親兵啊，感謝大家來參加。好，我們好。房子建功勞是這個的。我會辛苦，很好。就到冬至，羊肉館生意非常之好。黃海榮顧唔到親情團聚，趕住為老主顧送羊啊！東山羊皮色灰白，表皮雖然薄，但係好堅韌，膠質十足。高溫炙燒可以徹底清除殘留喺羊皮上嘅毛髮，破壞汗腺，去除騷味。同時，羊皮喺高溫下會好快收縮緊緻。烹飪之後就可以產生酥彈軟糯嘅口感。本地羊肉火鍋店，就算只係做晚市同宵夜，下晝5點半就開始客似雲來。精通養生嘅老廣認為，羊肉係冬令補虛佳品，滋補防寒。嶺南嘅冬日短暫，養生時不我待。
高壓煲內放沙參、玉竹、甘蔗、粟米等打底，搭埋獨家秘製嘅老料包，鋪上焯水處理嘅羊肉，加清水，淋黃酒去腥，燜煮25分鐘，等到羊肉軟爛，就可以放入砂煲嗰度，留待最後嘅料理。葱花、金不換同白蘿蔔打底，放羊肉入去，再灑芹菜粒、紅棗，點綴啲香菜，淋湯汁，用炭火嚟慢煮，最啱寒冷嘅冬天。自家羊肉本地火鍋係海南兩公婆一定要推薦俾家姐嘅。阿姐有呢好食，食概念。那啲那個有用過比我那個有好食。一小定，就是如果係經濟料數係能嚟嘅。家姐嘅來訪係冬日裏嘅一抹溫暖，令佢哋諗起咗青春時代嘅遠方。但賣羊季嘅到嚟，兩夫婦就好似緊密咬合嘅齒輪，日復一日咁轉動，唔可以停低。手停口停，老廣堅信勤力就有回報，唯有勞作先可以令日子熱氣騰騰。喺南嶺山脈嘅深處，油嶺古寨響起咗歡樂嘅鼓聲。農曆10月16係連南瑤族最隆重嘅節日盤王節。馮麗英跟住遊行嘅隊伍移動，心裏面係記掛住接落嚟嘅活動。作為村中有名嘅姚家廚娘，每場節日聚餐都可以見到英姐忙碌嘅身影。每逢重大節日，姚家人就會聚埋一齊製作白瓷，相當於跟北方包餃子一樣。這個是之前就一直傳下來的。白瓷以當地特產嘅白糯米為原料，要提前浸一晚。第二日一早蒸熟之後，糯米飯嘅香氣就會升起。得唔得？米飯蒸到可以輕易碾爛嘅時候，就可以開盅。哦，我們這個糍粑是男的就在那裡捶打，我們女的就在這裡自己捏這個糍粑，我們是分工的。等糯米飯被中打成為黏軟糊狀，巧手嘅窯女就開始定型，將佢分成一個個鴨蛋大細嘅糯米團，堅硬嘅毛竹，表面光滑，係天然嘅防黏神器。我們一般這樣直接做出來就吃了。我都係氣爐啊！做好嘅白瓷配埋紅糖水一齊食，係姚家人嘅最愛。柔軟韌滑，唔會黐牙，滿滿米香。你嚟氣爐，你嚟氣爐，妹妹，氣都係。入廚13年，英姐想結合傳統食材同創意烹飪，為連南瑤族設計一啲代表菜。好啊，英兒你過節。這些是我們3、6、9的時候才會有拿出來的趕期。過節的話，我們有些阿妮啊，他們就會把雞帶出來，換點錢回去過節。我買啦。咩？幫我帶埋。我買㗎啦。小米唉，靚仔仔。瑤雞係瑤族節慶餐台上不可或缺嘅存在。努力站啊！這個雞冠就是我們瑤族的一個特徵。平時我們自己瑤族自養的雞就會帶有這個雞冠花，像小帽子一樣。
兄弟啊，在丁路上哦。我幾陣嚟喂230陣嚟哦。來咗啦，係咪邊個？係做咩做咩啊？即係堆嘢嗰啲啊，來追嗰啲，翻工嚟啲。不過講到今晚餐台上最隆重嘅主菜，就要係滷水豬頭肉。英姐秘製嘅滷水，除咗常規嘅草果、八角、桂皮等香料之外，仲特別加入咗姚家獨有嘅香草，令滷水增加咗一分野氣。這個盤灣節呢，也是我們瑤族的豐收節，所以呢，就是想做一個標誌性的菜，就是最起碼人家來到我們這裡，吃什麼呀啊，可以試一下我們瑤族的這個豬頭。滷水豬頭肉想要入味，滷製時間一定要夠。差不多了啊，我們一般都是滷3個小時的啊。今天呢是過節，過節呢老人家怕他咬不動我就滷多了，差不多5個小時。哎呀，來了，哇，好大力哦！哎呀。滷好嘅豬頭肉切成薄片，肉嘅軟糯同皮嘅煙韌完美融合，淋埋秘製醬汁，肥瘦相間嘅部分透住誘人嘅光澤，肥而不漏，滷水嘅味道鹹香適中。同常見嘅白切唔同，茶葉炆瑤雞係英姐最近研發嘅新菜式。佢選用嘅係姚家大葉紅茶，等雞肉炒到表面金黃，再加紅茶入去一齊慢燉。雞肉嘅鮮味同紅茶嘅香氣充分融合，好有嚼頭。而姚家雙樣都係節日裏面必不可少嘅，剁碎嘅現摘瑤菜，帶住清爽鮮明嘅蔥香，釀入鮮筍裏邊。以前我們只是用那個糯米粉跟這個菜，現在我們就殺豬了，有豬肉，我們就是放點肉進去。將雙樣一個個排好，放入鑊裏面小火慢煎，等外表變成金黃色，就可以出鑊啦。竹筍之鮮，豆腐之滑，唔使多講。土豬肉餡嚼起身特別多汁爽口，當中又滲出一啲啲瑤菜清香，感覺就好似春風吹過舌尖。哦，鎖，對，有冇摸？哎呀，什麼臉啊！英姐都估唔到，自己改良嘅姚家菜，大家都好中意。忙碌之後，心裏邊特別舒暢，大碗咁裝，大啖咁食。英姐笑到4萬咁口，都未停過。鼓聲響起，篝火明亮，姚家人載歌載舞，樂聲悠揚。佢哋嘅汗水滴喺土地上，而土地佈置以五穀豐登，俾佢哋一個明亮嘅未來。東莞虎門，中國近代史嘅開篇地。喺呢片肥沃嘅土地上，孕育咗一種老廣最中意嘅萬能肉食——臘味、臘腸、臘肉、金銀潤、臘豬頭皮，琳琅滿目。但喺東莞人嘅臘味宇宙裏面，白沙油鴨先係真正嘅臘味之王。呢種嚟自純手工嘅風味，被譽為本土美食精髓。方建和，白沙油鴨嘅忠實信徒，真係又好有興趣做呢行。我應該都係14歲到開始係做嘢㗎啦。我嗰陣時56歲，
傳統白沙油鴨用嘅係麻鴨，不過而家都改咗用2個月嘅櫻桃谷大白鴨，脂肪分佈均勻，肉質更加鮮嫩。但係想成為一隻合格嘅油鴨，就要經過11日嘅育肥，每日2次人工灌米。最傳統嘅灌米方式就係催米。一定要拉長呢條薑，係最正規嘅。神一落去好落啊！因為咁樣自吹啦，做咪嗰條鹹咪香咯，吹完到買落去咯，用釘條氣咁樣嚟吹佢。呢個係育肥嘅最後一日，睇住一隻隻膘肥體壯嘅鴨，老方知道油鴨嘅製作要開始啦。凌晨6點，醃咗2日嘅白鴨需要卸妝。過3次水，不嬲要喺度叫佢，即係仲要打鬆嗰啲，盡量佢排出嗰啲鹽分出來。咁嗰隻鴨就好食夠響啦。呢個時候就到咗油鴨製作嘅另一道關鍵工序——晾曬。其中定型非常講究，鴨向下，背部嘅齒骨同腿骨擘開，呈倒8字。嗱，有呢個髀，有佢有斷佢，幫佢掟到人，鋪落塊地度咧，我鋪身嘅呢個鋪人呢陣皮，要薑帶身佢，薑皮要拉翻服少少，佢壓曬出好靚。定好型嘅油鴨需要生曬3到4日，每日要根據太陽嘅強弱嚟進行反轉。每次講到油鴨，老方就開始雞啄唔斷。我哋6000都300幾年，有白沙村都有油鴨啦。江西啊、浙江啊嗰邊咧，佢人咧都係又係做嘅。我哋嗰啲去到嗰邊咧睇到，就將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帶埋翻嚟。從農曆8月初1開始做到收檔就係臘月24、5，其中農曆11、12月北風最強勁，晾曬規模最大。做隻上鴨翻來，做成隻成品油鴨，76度工作，日日都2點鐘起身，基本上係做20個鐘頭啊！後生係唔願做啦，係太辛苦。把口講辛苦，但個心就係對家鄉風味即將失傳嘅憂慮。知道爸爸對油鴨嘅熱愛，阿仔阿豪舊年翻到鄉下，開始學習油鴨製作工藝。我一袋路嗱，有得呢隻又係。我左手用唔到啦，一樣係咁有嘅咧。但係要做到老方咁熟練，小方都仲要慢慢練。你要學，你要重新開始，我覺得比較驚靚啊！咁好似呢啲老師傅咁，我話如果佢哋退休又冇後生節，其實好難做嘅。就好似我老豆，佢一個做唔掂嘅，佢就叫我你好翻嚟啦，就一定要有個人幫。一隻油鴨可以分解為鴨喉、鴨腎、鴨下巴、鴨腸、鴨腳、鴨翼幾部分，其中最難得喺其他地方最少見嘅就係臘鴨喉。虎門當地人叫佢做白沙冬蟲草。白鴨食管周圍佈滿脂肪，要用筷子翻轉，將油脂包喺裏邊。鴨喉皮薄，落手要輕，一旦篤穿，鴨喉就會破相。晾曬2日，脫水之後嘅鴨喉緊縮，鎖住裏邊嘅一口油脂。素淡嘅白蘿蔔搭配脂香醇厚嘅鴨喉，係東莞秋冬嘅滋補名菜。切塊嘅蘿蔔隨住鴨喉喺煲裏面翻滾，湯色慢慢變得奶白，油脂喺高溫下完全融化。想食到煲裏邊嘅鴨喉，咁就要手急眼快啦。因為鴨喉嘅油脂呢個時候已經變成咗半流體狀態，一口爆漿，鮮味到冇得頂。作為鴨5件裏邊最受食客追捧嘅明星，鴨掌翼炆芥菜係出鏡率極高嘅一味本土名菜。芥菜清苦，但喺掌翼引領底下飛快回甘。掌翼亦褪去咗油膩，帶住冬日陽光嘅溫暖同香氣。
飲一啖清湯，成個人都覺得暖粒粒。好味，好味，好味！淡淡腳汁啊，好烤油啊，真係好好味啊！歷經咗8日嘅晾曬，老方屋企嘅油鴨完成咗風味嘅轉變，瘦肉呈現金絲紅，膠質狀嘅鴨皮接近透亮，鹹香中透出醉人嘅脂香，就係秋風同陽光嘅味道。老方決定揀一隻大嘅油鴨為屋企人做餐晚飯，試下今年首批油鴨嘅味道。次次都靚噶，就呢隻啦。臘味煲仔飯係老廣心裏邊嘅白月光，而老方嘅呢煲飯嘅靈魂就係自己屋企嘅油鴨。等絲苗米水分就嚟收乾嗰陣，將斬好件嘅油鴨放喺飯面，再冚蓋焗10分鐘左右就可以食得。呢個時候臘鴨金黃油潤，最正嘅仲係臘鴨油滲咗落飯焦裏面，又香又脆。食餅，好餅，試下舊年嘅阿豪油鴨，睇下有冇退步先。試下咪知咯，係咪？好啊，鹹到好靚，啱啱好。因為又啱講啊，白沙蟲草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啊！啊，真係正。仲要唔係你有錢都買唔到。傳承未必只係宏大敘事，佢收埋喺每一道家傳美食裏邊。陽光生曬，北風吹乾，呢個係時光沉澱而成嘅滋味，亦係代代相傳嘅心意。做到好老都繼續做啊！你俾啲心機啊，單子就交俾你啦，阿仔。你有冇細心先？喺度有。得啦。識別冬天，老廣有自己嘅方法。經霜芥菜勝臘鴨。冬至前後係呂田芥菜收成嘅時候。買芥菜啊，嚟啊嚟啊，有芥菜啊，又平又靚啊！幾斤啊？個半銀錢。呂田芥菜好好認，莖粗葉大，有成半個人咁高，係普通芥菜嘅3-4倍，入口清甜冇渣，冇一般芥菜有嘅清苦味。胡威權係新聯村最早種植大芥菜嘅農戶，啱啱準備翻屋企就接到緊急訂單。老朋友個孫嘅百日宴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。我哋每年冬前冬後最主要食芥菜，比較腍甜好食。餸菜啊，反而一行，恭喜！皮光肉滑嘅白切雞準備就緒。肥美濃郁嘅鮑魚蓄勢待發，解肥膩又點少得呂田大芥菜呢？蒜蓉清炒最清甜，入口爽脆，一咬就會飛汁。呂田鎮屬於丘陵地區，四周密林遍佈，晝夜溫差大。咁樣嘅自然環境同中意涼爽濕潤嘅大芥菜一拍即合。早喺上世紀80年代，新聯村就開始種植大芥菜，而胡威權就係村裏面嘅引種先鋒。呂田大芥菜嘅品種係香港竹芥，因為育種難，每年都要從香港引進呢啲種子，過程嘥錢又嘥力。起初村民都15、16，而胡叔就一直相信大芥菜嘅潛力。啱啱引進呢個香港竹芥嗰陣時咧，種子成本高，要200蚊一包。咁啊後尾咧種咗之後，咁市場咧又比較好銷，咁啊後尾都大家咪進行種植。清晨飲山泉，
白天曬太陽，水多咗會爛根，少咗會旱瘦。想要收穫高壯嘅大芥菜，喺60日嘅生長期裏面，全靠胡叔嘅精準伺候。只有係落3次肥得啦。芥菜同而家嘅細路仔差唔多，比較嬌生啲。我哋呢啲土質咧就沙兼泥，種出呢啲芥菜咧特別係大棵。個仔阿開大學畢業之後，都選擇回鄉創業。爸爸咧就負責種植，我咧就負責市場推廣咯。睇個拍得靚唔靚？啊，可以嘛？呂田肥沃嘅土壤同豐沛嘅水源，孕育出高大威猛嘅長腳芥菜天團。不過佢嘅風味巔峰要等到農曆12月到1月嘅霜凍之後，當溫度低到0°C度，葉嘅纖維被凍軟，低溫促進澱粉物質轉化成糖，苦味消散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近似於水果嘅清甜。打咗霜之後咧，基本上完全冇苦味，好甘甜。啱啱有太陽嚟咗，佢就回青翻身，就趌起嚟咗啦。今年胡叔田裏面嘅芥菜比舊年更肥厚，一棵有成5到6斤。喺呢個豐收嘅日子，太太巢陽帶都一齊嚟開工。手起刀落，一棵棵芥菜被小心翼翼咁裝入筐裏面，精挑細選，再打包稱重。因為品相好，味道又好，胡叔嘅芥菜成為咗成個從化嘅搶手貨。喺美食探索上從來不設限嘅老廣，呢次揾嚟同芥菜拍檔嘅係喺地球上存活咗3億年嘅活化石鴨嘴魚。佢屬於時敏鱘，全身都係軟骨，冇鱗片，同冇渣嘅大芥菜啱啱好強強聯手。切好嘅芥菜喺猛火下變得脆身，鴨嘴魚片喺熱鑊裏邊快速滑炒定型，油脂豐盈，對芥菜嘅清甜係個猛力提升。落在舌尖就好似山泉水滑過。正當時嘅大芥菜採摘完咗，有啲芥菜生咗心，比較老，揀咗出嚟。堂嫂阿妹唔會浪費，酸菜缸等緊佢哋。大芥菜酸菜㗎，要揀嗰啲比較老啲嘅，嫩嗰啲直接炒嚟食都得。芥菜身上嘅泥土雜質，通通洗乾淨，均勻倒掛喺竹竿之上，日曬2到3日，等水分蒸發，表皮變到巢掹掹，就可以幫芥菜沖個熱水涼，殺菌消毒，軟化纖維。最後將芥菜放入玻璃罌，一層層鋪好，滲適量食鹽，壓磚，倒熱水入去浸泡，冚蓋，放喺陰涼處發酵。10日到啦，酸要黃嘅，好可食。隨住芥菜嘅顏色變深，酸味都逐漸增強，就變成咗酸香開胃嘅酸芥菜。年關將至，曹阿姨叫埋大家去屋企一齊做油糍。哇！今晚好熱鬧喎！陣間炸咗油糍，食到熱氣就煲啲芥菜湯飲下降下火咯。好。油糍係呂田嘅特色小食，用紅糖水開糯米粉，搓成一大嚿之後，分割成一個個乒乓波大細，滲芝麻增香就可以炸。一個個小麵團碌入油鑊，慢慢膨脹，變成金黃色嘅小元寶，寓意財源滾滾。我試下啫。啱啱炸好嘅油糍酥脆可口，甜而不漏。另一邊，個仔阿開今晚諗住以臘肉同臘豬腳嚟搭大芥菜。臘肉切片炒香，逼油脂出嚟之後，落芥菜框急炒。
芥菜梗喺裏邊三翻兩滾，閃靈靈咁，朝氣蓬勃，充滿力量，喺田度都企得特別穩。酸菜炒雞雜係阿開嘅最愛，佢嘅靈魂係堂嬸阿妹製作嘅酸芥菜。新鮮走地雞雜本身就爽脆有肉味，加埋辣椒同酸芥菜，更增添咗一陣酸辣香。而豬腳芥菜煲係最地道嘅呂田風味。呂田臘豬腳屬於白臘味，亦就係純用高粱酒同鹽嚟醃製，唔落豉油，用熱水焯咗臘豬腳嘅雜質，豬腳嘅膠質融入湯底。煲到豬腳腍咗啦，個湯好似麗白色咁，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齊煲。切塊嘅大芥菜同豬腳一齊煮，唔需要過多調味。豬腳肉質酥軟，芥菜翠綠依舊，成煲湯清透濃烈，色香味融為一體。臘豬腳芥菜煲啦，800幾出可以啫嘛？可以。阿貴煮菜咁多啊！今年生得唔錯嘅大芥菜，令胡叔一家笑逐顏開。土地從來都唔會虧待勤勞嘅人，一棵青菜都可以令平凡嘅日子變得豐盛。